酸菜鱼怎么做才鲜嫩好吃又入味呢？怎么做才汤浓味美，没有一丝腥味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可以喝汤的酸菜鱼的做法，其中有3个关键，很多人都没有做到，难怪做出的酸菜鱼腥味重不好吃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鱼都可以用来做酸菜鱼，例如草鱼、黑鱼、鲈鱼和花鲢，但是必须是活鱼现杀才好吃。如果是半成品，例如冷冻的鱼片，那怎么做都不会好吃。首先，我们在盘中加入多一点的开水。我们今天用黑鱼来做酸菜鱼，这个水是用来给黑鱼去除粘液的。等水温降到80度左右，然后焯水中迅速放入2条小黑鱼，每只大约1斤重，把它们快速的烫一下，它的粘液预热后凝固，大约烫个20秒的时间，就要立刻捞出来，用流动的清水把它们洗一下，这样就很轻松的把黑鱼表面的粘液去除干净了。我们洗的时候一定要去除鱼骨血，在鱼腹腔、脊骨的2旁，暗红色的物质就是鱼骨血。我们一边用指甲抠，一边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冲洗干净。把处理干净的鱼放在案板上，然后我们用厨房剪刀把它们的鱼鳍剪掉。此时的黑鱼有点发硬，但是一会儿就会变软，也不会影响它的味道。这2条鱼做活动一共才卖15元，他不嫌弃我穷，我也不嫌弃他小。当然了，有条件的朋友还是推荐买2到3斤的黑鱼。黑鱼的尾巴我们也用剪刀剪掉，把2只鱼的鱼鳍都去掉后，再把它们改一下刀，先直刀把鱼头给切下来，再用刀贴着鱼脊骨，朝鱼尾方向横着进刀，把鱼大刺从根部切断，最后切到尾部，把鱼片开，把半片鱼肉给取下来。另外一半的鱼肉还是用刀贴着鱼骨，朝鱼尾方向横着进刀，把另外半片鱼肉也给取下来。把另外一条鱼处理完成后，下一步我们把半片鱼肉旁边的鱼刺给取下来，贴着鱼肋骨下刀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难度，就是需要耐心。大一点的鱼更好处理。全部处理完成后，再把剩下的鱼肉斜刀片成鱼片，鱼皮朝下，另外一只手扶住鱼片，片成3毫米左右的厚度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最佳，不要太薄了。全部切好后，把它们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朝盘中加入多点的清水，把它们抓洗一下，一定要多换几次清水，一直洗到泡鱼片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此时的鱼肉腥味就特别淡了，然后倒出来沥水备用。鱼头部分我们把它一分为2，剩下的鱼肉和鱼脊骨也改刀切成段，然后把它们放入盘中，用清水反复的清洗，把它们清洗干净，然后倒出来沥水备用。虽然此时它们的腥味几乎所剩无几了，但是还是要把它们腌制一下。不过腌制之前需要多做一步，我们抓起一把鱼片，用力的挤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挤干，这样待会腌制的时候才方便入味。您看一下，挤出的水分还真不少。很多人就是少做了这一步，难怪做出的鱼片不鲜嫩还不入味。下一步，把挤干水分的鱼片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全部放入后，朝盘中加入点盐，大约5克，盐要一次性给足，再加入点胡椒粉，大约1克，再加入3勺量的葱姜水，大约45克，它可以嫩化鱼肉。最后加入1个鸡蛋清，也大约15克，然后用手不断的抓，把所有调味品混合均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抓捏的时候一定要用劲，不是搅拌，就是用力的抓，千万不要担心会抓碎，抓得越久，鱼片越有韧性，越好吃。很多人就是少做这一步，难怪做出的鱼片吃起来没有口感。因为我们之前把鱼片挤干了水分，所以葱姜水和蛋清就完全被鱼肉吸收了。然后加入1勺玉米淀粉，大约6克，还是用手不停地抓，让鱼片表面均匀地包裹上一层淀粉外衣，可以锁住水分，让鱼肉更鲜嫩。充分抓匀后，就这样放在一旁腌制至少20分钟的时间。沥干水分的鱼肉和鱼骨也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我们也同样的方法腌制一下，加入一点盐，加入一点胡椒粉，加入一点葱姜水，然后抓捏一下，把所有调味品混合均匀。不过这一次抓匀后，我们不用加淀粉，就这样放在一旁腌制至少20分钟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处理酸菜，除非是自己泡的酸菜，买来的酸菜泡酸菜的水一定不要留，倒掉后重新加入清水，把酸菜多洗几遍，才可以去除一些怪味。把洗净的酸菜沥干水分，然后放在案板上，把叶子部分和根茎部分分开，根茎部分改刀切成酸菜粒，叶子部分直接改刀切成小段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想要酸菜鱼汤可以喝，就一定不能太辣。我们准备一些酸豆角，用来代替野山椒，它的味道也很棒。最后我们准备一点花椒粒，
干辣椒、蒜末、葱花和白芝麻，它们用来最后浇热油。怕麻怕辣的朋友可以用青红椒粒代替花椒和辣椒。为了让鱼汤更鲜美，我这里准备了150克的裙带菜，用它代替提鲜剂，就可以不加鸡精和味精了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热后下入几个姜片，把它们煎出香味。煎香后，我们再把鱼头放进去煎一下。下一步再把鱼骨和其他鱼肉也放进来，把它们按整齐，先煎一下，一直煎到它们两面都变色了。再把酸豆角放进来，再倒入全部的酸菜，用勺子翻炒一下。我们一定要把酸菜炒香，煮出来才更有味道。大约翻炒1分钟后，我们朝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，家庭炉灶火力小，一定要加开水。如果加冷水，不仅会让锅中的鱼肉口感变差，还会影响它的颜色。加完开水后，再把裙带菜放进来，就这样保持大火，不加盖，煮10分钟的时间，既方便腥味的挥发，又方便鱼汤煮白。由于酸菜的加入，10分钟后我们会看见黄绿色的浓汤，这个鱼汤特别鲜美。我们用漏勺把锅里面的鱼肉和酸菜以及其他食物全部捞出来，然后放入一个大盘里面，把它们整理平整，再用比较密的漏勺把汤里面的残渣打干净。再次开火把汤汁煮开后，我们调成最小火，让锅中的水保持似开非开的样子。您可以尝一下味道，如果感觉汤比较淡的话，可以补充一点盐。然后把鱼片一片接一片的放入锅中，每一次放的地方错开一下，避免它们彼此之间发生粘连。我们要控制一下水温，一定不能低于85度，低于这个温度，鱼片表面淀粉就不会发生糊化反应，会直接溶解发生脱芡。把鱼片全部下锅后，我们立刻调成最大火，煮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动鱼片。等锅中的汤再次沸腾，我们就可以用勺子轻轻推动一下鱼片，让它们受热均匀，方便它们一起成熟。大约煮1到2分钟的时间，鱼片就会全部变色。只要它们全部变色了，就说明熟了，可以关火了。不放心的朋友可以多煮半分钟。下一步，我们用漏勺把鱼片均匀地铺在酸菜的上面，尽量的铺开，把整个盘子铺满。全部摆好后，我们再把鱼汤倒进来，鱼汤要刚好没过鱼肉的一半，然后朝碗的中间依次摆上蒜末、花椒、干辣椒、白芝麻以及葱花。把油加热到200度，浇在上面，激发出香味。这个油最好是花生油或者玉米油，这一类味道比较淡的油，油不要太多，否则鱼汤喝起来会腻。好了，一道可以喝汤的酸菜鱼就完成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鱼，鱼片非常的嫩滑，肉质紧实不松散，吃起来还有轻微弹牙的口感，特别好吃还入味，没有加任何提鲜剂，但是鱼汤异常的鲜美。喜欢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试吧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